你的咖啡。哎呀，这有谋有故事的钻石王老五，还是搅乱了我们小欧的一池春水啊！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吧？你说这么大喜事儿，严姐也不说请我们去1/3搓一顿，这几天都没见他人影儿，不会是不敢见我们吧？他是去外地出差了。哟，这还没怎么着的就替他解释上了。去利川这2、3天腻歪的，回来见不着人，是不是抓心挠肝？小雨，你放着我来。拿水冲一下，快。不好意思啊。姐，你真的打算跟严妮好了？姐，他是个花心的男人，你千万别……严谨是个怎么样的人，姐心里清楚。好了，多注意点。拿油。谢谢。跟手机置什么气呀？摔坏了可就真没有严谨消息了。完了，这回某人是真惹着我们家池青欧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还真把某人当盘菜了？是不是盘菜你都吃下去了？什么滋味儿，你自己最清楚。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想的那么糟糕，没准人家严大老板是真的忙，这2天就没有时间回你消息。你要真想他，你就给他打电话呗。我要再给他打一个电话，我不姓季。那你姓严。逗你玩呢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女追男一点都不跌份儿，反而更容易把幸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可你以前，你可是不会花这些时间胡思乱想的。要我说，你就直接给他打，问清楚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这年头做什么事情都得干干脆脆的。喂，小王，你这2天死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我在外地呢，最近公司出了点事儿，忙的妈都不认识了。哎，我真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，等我忙完这一阵儿，亲自到40龙田跟你谢罪。你干嘛举着嗓子说话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这跟客户在谈事儿呢，在洗手间给你打个电话，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头打给你。
张宇他母亲的病情最近应该稳定些了吧？哦，我最近有点忙，没顾上去他家。听战宇说一切都好。你还得叮嘱他们啊，让他们定期来医院检查。嗯。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没有啊，挺好的。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小严，你们还联系吧？偶尔。你和他……爸，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，你和妈就放心吧。好。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路上小心啊。嗯。钱够花吧？季主任，你就这么怀疑你女儿赚钱能力啊？拜拜。拜拜。喂，方大小姐。您怎么说的？再迪拜都不够你腐败的，还操心我。回答问题。他说他忙着，不方便接我电话，回头再向我赔罪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欺负了？我呀，还是建议你去他家突击检查一下，什么都清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边好多东西在打折，我有拍照片给您了，先挂了啊。找严谨。严谨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谢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朋友啊？对，我之前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的老板娘。哦，既然是朋友，进来坐会儿吧。不用了。那你们聊，我去看眼汤。好。严谨没有打来电话解释，更没有出现在似水流年。就在我犹豫是否要删掉严谨的联系方式，忘掉这2个月的荒唐事儿时，我的生活里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更加荒唐的事情。姐，你这几天状态有点不太对劲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姐好着呢。啊，有钉子！什么有钉子？老板呢？我就是老板。这个怎么解释？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？吃到一半吃出这么尖的东西，还让不让人活呀？先生，您确定这钉子是我们蛋糕里的吗？我来你这吃蛋糕，还亲自放一根钉子进去，诬陷你的，我有毛病我？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，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。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，你还有理了？信不信我曝光你们啊2位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给2位道歉。这单给你们免单。免单就完了？
我要求精神赔偿。我们要赔偿，吃出钉子，你们看啊，吃出钉子来！别脸脸不要脸！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，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你们俩栽赃陷害、胡搅蛮缠。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，爱干嘛干嘛去。走就走，走！你们这家黑店吃出钉子来，我要曝光你们！要曝光也曝光你们！小心啊，你们啊，小心吃出钉子来啊！走！抱歉大家，请坐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，请坐。姐，别太着急，做生意总有起起伏伏，不忙的时候刚好歇一歇。可是这2天店里太冷清了，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。小欧，你快看看，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，我看这些人都是刚注册的新用户，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。我把截图发你了啊。姐，会不会是上次那2个顾客搞的鬼啊？小欧女士吧？谁呀？你穿的睡衣真好看。你谁呀？死变态啊！没事儿，一定是有人看咱们店里生意好，眼红报复。那天小欧姐还被锁到了店里面，我去找人拆了锁才开的门。其实我这几天晚上都有接到骚扰电话，对方问我是不是季小欧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再打过去，对方就关机了。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是，最近店里怪事儿一件接一件，肯定是蓄意报复。你们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没有啊，上次有2个客人硬说在我们蛋糕里面吃出了钉子，那一看就是他们自己放进去的。我们就说了他们2句，也不至于闹这么大的动静啊。我觉得咱们还是报警吧。现在没有任何证据，报警没有意义，除非我能抓个现行。怎么抓？我们可以在店外比较隐秘的地方装一个摄像头，如果这帮人再来骚扰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录像交给警方，这样警方就可以立案侦查。好主意。姐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这2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。不用了，就你这小身板，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。那我也是男孩啊。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有战宇在，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照应啊。那行吧。
你们从利川回来之后，严谨对你忽冷忽热的，战宇是怎么看待他的行为的？他当然是替我生气。赵廷辉，你今天是为了战宇的案子来的，为什么一直盯着我、战宇、严谨3个人的关系问来问去？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？严谨也在死者的关系网内啊，我调查他，这很正常啊。你怀疑严谨？现在案件还在初步调查阶段，我们没有怀疑任何人。但是，只要是跟战宇有关系的人，我都要一一排查的。我炖了点汤，把它喝了吧。好，不用动。为了我差点连命都没了，喂你点汤没什么的。伤口很疼吧？没什么事儿，躺个2天应该就好了。你是又得罪了什么人吗？段哥的仇家不少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追到这边来。人我已经让伟子去查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这2天好好养伤就行。今天连累你了。嗨，哪儿的话。家里人打来的，我现在这个样，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比较好。醒了，起来喝点汤。公司里有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处理，你还过来照顾？这算什么呀？要不是你，我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小心烫啊！好喝。我去开门。东西先放下吧，喝点水吧。严谨呢？还睡觉呢？已经醒了。药买了吗？在包里。喏。哎，刘总来了，梅姐刚煲的汤特好喝，我给你盛一把。严总恢复的不错呀。那还得感谢刘总及时往这儿送药啊。先换药吧。你好。我来吧。哎呀，你轻点儿。这换药啊，讲究稳准狠，下手轻了反而处理不好。人抓着了吗？还没。你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呀？我怀疑开枪的人不是咱们的仇家。这会是谁啊？是谁我现在不清楚，但我敢肯定的是，这事儿是事先安排好的。
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第一，我的人把梨园整个翻了个遍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。我还暗查了红石帮和陆万金那几个仇家，都没听说他们派人找我们的麻烦。第二，通过子弹可以断定这把枪是射程在800米以内的中口径狙击步枪，精准度极高啊！所以对方如果真心想要报复，完全可以一枪命中。为什么他第2枪才射向了梅姐？第1枪是不是有意在引起某个人的注意啊？第3，段哥忌日当天，严总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墓地，却恰恰在那天发生了意外，还让严总受了伤。会不会有点太巧合了？刘总，咱俩相处了这么久，看来您还是不信任我呀。这些都是我做武警和缉毒警那些年获得的勋章，大概10几20处吧，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。我印象最深的一处，是我身为缉毒警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时被毒贩击中了胸部，子弹击穿了我的护甲，离心脏只有0.几公分，我庆幸地捡回了一条命。但我的好兄弟在那一回的行动当中牺牲了。后来我就退伍经商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我怕死。因为我太知道了活下来有多么不容易。什么把子弹留给我，活着才是王道。刘总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？这不是没死吗？怎么说话呢？严姐为了我们差点把命都丢了，你怎么还能胡思乱想、胡说八道呢？还不赶紧道歉！严总，别急，我这不是也在分析一种可能性吗？是吧？你放心，开枪的这个人，我掘地3尺也要把他挖出来。天天有骚扰的电话，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天天盯着我。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小华，你这2天死哪儿去了？别提了，我在外地呢。最近公司出了点事儿。你干嘛撅着嗓子说话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这跟客户在谈事儿呢，在洗手间给你打个电话。梅姐，吃饭了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头打给你。嚯，这菜一看就是有故事的女人才做得出来的。什么有故事啊？好几年没下厨了，凑合吃吧。这好菜不配上好酒，说不过去啊。你不能喝酒。没事，少喝一点。
既然要喝酒，那第一杯我先敬你吧。来，铁伟子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今天他说的话确实有点过了。他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，我理解。他疑心重呢，是因为以前吃过不少的亏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些年要不是有他护着我，估计我早就被段哥的仇家给做了。刘伟他对你什么情感，我一早就看出来了。虽说啊，他是一个糙人，但他对你真的是细致入微。你就从来都没考虑过他吗？他怎么对我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我对他，只能是兄弟。毕竟我们两个中间隔着一个段哥。虽然他已经不在了，但是这辈子，刘伟都得管我叫大嫂。看来刘伟还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。其实我跟他，在生意的经营上面有很多不太一样的观念。我呢，是觉着只要能把眼前的生意做好就行了。但是刘伟什么钱都想赚，有时候还觉得应该干几票更大的。来，来吧，吃点菜，要不然都凉了。好，尝尝这个。这个排骨还是之前段哥教我做的呢。这手艺真不错啊。这段哥都这种地位了，还下厨做饭啊？刚混社会的时候做过几年厨子，后来虽然过上了打打杀杀的日子，但是只要有时间，他还是会回家做菜吃的。铁汉柔情。看过电影《甜蜜蜜》吗？其实我跟段哥挺像电影里边的李翘和豹哥的。我老家是吉林延边的，父母都是农民。16岁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到了哈尔滨，在洗浴中心里边做事儿，按摩的。去那儿的男的，大多都挺粗暴无礼的，有的时候还经常会对你动手动脚。但是段哥不太一样，来的时候总会点我去给他服务，还会跟我聊天，给我讲故事。走的时候还会给我很多小费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男的，因为我跟段哥杠上了，结果段哥当场就把那个男的捅了个半死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是混黑社会的，还是个不小的头目。但我还是爱上他了。段哥后来也跟我说，其实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喜欢上我了，觉得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。虽然脾气很臭，但是人很真。后来你就嫁给段哥了吗？没有。算命的说段哥不能结婚，我也无所谓啊。结婚不结婚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不是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做他一辈子女人了吗？其实，在东北那些年的日子，过得挺提心吊胆的。但是我觉着，跟段哥在一起的每一分钟，
都挺温暖的。那是为什么你从东北搬到梨园来了？段哥死了以后，他手底下人不服我，是刘伟拼了命扶我上位的，不但巩固了势力，而且还替段哥报了仇，生意也让他做得红红火火。可能是因为段哥的关系吧，我就不想再在东北待了，想找一个一年四季都有花有草的地方，假装有温暖的地方。所以就带着他来了这儿，但是我也没想到，竟然在这儿遇见了你。其实，有时候你跟段哥挺像的。梅姐，咱们俩能相遇，真的是一种缘分。我真心的想好好珍惜你。得了吧，刚开始接触你的时候，你可是对我视而不见啊，身边美女一直环绕着。怎么可能会看上我这个老女人呢？我说实话，一开始我对你的情感，我自己真的也不确定。但刚才听完你跟段哥的故事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忘记他，这说明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。我知道我肯定比不了段哥在你心里的位置，这我认了。但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年纪，我还真挺喜欢有故事的女人。为有故事的人。为了尽快打通小美人这层关系，我不断撩动她的芳心。但我考虑到小欧的感受，始终与小美人在身体上保持距离。但我最担心的事，还是发生了。我去开门。来啦，严谨，有人找你。谁啊？谢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他。季老板是你朋友？我要说是红颜知己的话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呢？你不也老说我身边总是有美女环绕吗？但难免会遇到那么几个自以为是的。这2个菜应该够你吃的了，这个留着下回再做吧。你的伤也稳定的差不多了，我先回公司。真生气了？没有，确实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处理。那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那你慢点啊。我很了解小美人，她表面越是不动声色，内心就越是风起云涌。我越来越后悔把小欧卷起来。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？
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，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。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，你还有理了？我们要赔偿。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，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你们俩栽赃陷害、胡搅蛮缠。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，爱干嘛干嘛去。等着啊，等着我曝光你们！小欧，你快看看，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，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。会不会是上次那2个顾客搞的鬼？其实这几天晚上我都有接到骚扰电话，对方问我是不是纪晓欧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再打过去，对方就关机了。姐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这2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。不用了，就你这小身板，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。但我也是男孩啊。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有战宇在，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照应啊。那行吧。味道不错，你们食堂自己包的吗？赵警官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，希望我提供线索，协助你们破案，我怎么觉得你还在怀疑是我杀了战宇？你在努力寻找我的杀人动机。你不停地追问我纪晓欧跟战宇之间的关系，你该不会是怀疑我是因为感情问题杀了战宇吧？你想多了，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，死者平时的一些情况，而且我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就是杀害战宇的凶手啊，所以你千万别想太多，你就把你跟战宇之间的事情交代清楚就行了。啊，我明白。不过，你刚才那些小动作，把自己给出卖了。不如这样吧，咱们俩干脆直接一点。小雨，你这手艺不比冯大哥差。多喝点，好好补补。你不会打算要在这儿睡吧？这个长椅好好布置一下，肯定很舒服。姐，你给我个枕头和毯子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你在这儿睡一晚上腰都会断。医院的长椅我都睡过通宵，这个更不是问题。医院长椅？我上高中那年，我妈晚上腿疼得厉害，就连夜送她到医院的急诊。然后就在长椅上睡了一晚。小雨，你这几天就睡这儿。姐，这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除非你嫌我呼噜声大。姐，你怎么可能会打呼噜？我不相信。你就用这个枕头吧。我用那个垫子就行。你平时拉琴本来肩颈就不好，睡觉格外注意，听话。你先去洗漱吧，我下去收拾东西。姐，睡着了吗？没有。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前阵子你跟严谨去利川，都干嘛了？
严谨是不是和你表白了，然后他又不认账了？小孩子不要问这些，快睡觉吧。姐，我不是小孩子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懂。我知道你前阵子是因为严谨伤心，他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没有。那他最近为什么没有来似水流年？你还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他。我不想看你这么难过。如果严谨骗了你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姐刀枪不入，怎么可能被一个男人上刀？我和严谨从头到尾就没什么，连朋友都不算。时间不早了，快睡吧。姐，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晚安。那段时间，战宇寸步不离的陪伴让我心安了许多。但奇怪的是，我不但没有忘记跟严谨在一起的日子，反而记得更清楚了。每一帧画面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。我爱上他了，早已无可救药的爱上他了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变成了以前最讨厌的那种女人，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争气的抱有幻想，希望明天一睁眼，严谨就自动出现了。说，快说，是谁？说。说是谁？说！说！小雨，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？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？你要是给我钱，我就干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别打了，小雨，别追了，没事吧？没想到你这个小艺术家还挺能打的，那个人块头这么大。我小的时候个头小，经常被人欺负，所以学了几下用来防身。姐，刚才你要不拦着我，我绝对逼他把支持他的人说出来。其实，我大概猜到了是谁派他来的。谁？我去严谨家找过他一次。开门的是另外一个女人，严谨没有说他们是什么关系，但是那个女人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，还能是什么关系呢？也是从那之后，店里开始发生各种事情。姐，你看是不是这个女的？就是她，
你哪来的照片？那天晚上，我老师去一个高级会所见一个国外的音乐家，偶然在厕所碰上了这一幕。怕你难过，就没有拿出来给你看。姐，我真的应该早点拿这张照片给你看的，这样你就不用惦记他了，也不会去他家找他，也不会碰上那个女人，46年也不会出这事儿。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太天真，对他期待太多。姐，你这么善良，和严谨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，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和他接触。我看那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们才是天生一对儿。忘了他吧，就当这个人渣没有出现过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姐，胃舒服点了吗？啊，我没事了。行，我去给你泡一杯蜂蜜水。哎，小欧，店里挺好的，你踏踏实实上路休息吧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该下楼活动活动了。啊，那我忙去了。我可真是活久见啊！没想到纪晓欧也有这么没出息的时候，竟然让劈腿伤成这个鬼样子。你别闹，我是那天喝大了，犯肠胃炎，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好的干嘛把自己关烂醉啊？还不是为情所伤？姐，水。谢谢。事情原委呢，战宇小朋友都已经跟我说了。我这2天动用关系查一下那个小美人，这个女人开了一家水产公司，还有几个夜总会。她跟严谨肯定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没准这俩人早就搞到一起去了。严谨从来就不是我男朋友，他跟谁在一起与我无关。这要是事实，我就懒得在这儿唠叨你了。你就真的甘心被他白白睡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亲错亲过了吧？我求你饶了我，方大小姐，我真的不想跟那个人再有半点瓜葛。这种渣男当然不必留恋，但你总得让他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吧？哦，当初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追你，现在他连句对不起都没有就闪人了。而且你明明知道咱们店里这些怪事儿都是那个小美人派人干的，你就不想找他问清楚？真当你纪晓欧没爹没妈没朋友啊？好，走。走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俩去太不安全了，我开车送你们去。还是冯大哥给力。姐，你们还是别去了，那个女的背景肯定不简单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有冯大哥给我们当保镖，我们怕什么呀？那如果以后冯大哥不在，他们再派人找麻烦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算了吧，以后不跟严谨来往就是了。战宇，你平时不是挺向着你姐的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姐都让人欺负到头顶上了，咱们就这么认怂啊？今天必须找个说法。走走，战宇，看店。就是这儿。声讨渣男市场硬仗，你能不能有点斗志？你淡定一点，我只是想就事论事。小欧，咱不欺负人，也不能让别人欺负了。今天必须要有说法。老冯可以啊，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，关键时刻也不掉链子，够爷们儿。走吧。走。走啊！我来。你说真够巧的，这个渣男，你看。
姑娘，你们这是找谁啊？你们这找谁啊？老哥，哎，老哥，借个火，借个火，有火没有？我这没火，我来。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始乱终弃的。哟，这不是季老板吗？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那些去我店里捣乱的人，是你派去的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还装呢？抢了别人男朋友不说，还恶意报复。我们可以告你恶意恐吓、毁坏他人财物，你知道吗？你朋友？怎么可能？季晓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，少带人过来捣乱，听到没有？赶紧走。现在该我们走了。当初你天天赖在似水流年不走的时候，求我帮你一块追季小欧的时候，今天你当着季小欧的面把话说清楚。方大小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！我什么时候喜欢过季小欧啊？我只是喜欢那家咖啡馆里的咖啡而已。反倒是你，出了名的拜金，朝三暮四不说，现在又跑过来立牌坊，我真理解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你呀，严姐，我们不是找你来吵架的，但你这么说太让我失望了。小果，咱们走。严谨，我今儿来就问你一句话：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咱俩能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100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那天回来的路上，车里异常的安静。我听着风的声音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和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突然释怀了。严谨这一夜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不带任何留恋的翻过去了。我的生活可以就此回归平静，一切都回归到严谨出现前的那种有点无聊的平静。你慢用。小雨，马上要期末考试了，准备怎么样？肯定没问题。那加油啊！今天没事，早点回家吧。好。出去！过来！走！出去！你们干嘛？给我砸！住手！小雨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不要再纠缠严谨，否则你这店就不要开了。干嘛？
没事吧？啊，小红，你没事吧？那伙人一冲进来就开始打砸，那个领头的还把我姐压到桌子上，想欺负她。是你把那些人赶跑的？啊，是。当时我一看电都被砸了，我一着急我就冲进来，可能下手有点狠。前后一共2、3分钟吧，那伙人就跑了，具体我也没看清楚。那你们先去医院，完事之后来派出所做笔录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找谁啊？跟你说了，我们没做没在。跟你说话呢，我们没做没在。老黄，季乔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哎。季乔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在这儿给我撒什么泼啊？你怎么不问问他对我做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咖啡馆被砸了呀？想要钱哈？我有，我这张卡里有50万，够你那个破店来回。我从头到尾都不认识你这个人渣，拜托你管好你的女人，别让她再来找我麻烦。我季小欧不是吃素长大的，再有下次，我跟她玩命！欢迎啊！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他们嚷嚷什么？滚！让开！这屋给我砸成这样，连个交代都没有，往哪儿走？算了算了，你也是，好端端的打个女人干什么呀？瞧你有点出息。刘伟，放他走吧，咱们不是还有事儿呢吗？你看看，这给我打红了吗？拿个冰袋来。那天是我人生中最耻辱的一天，那些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愚昧回忆，就像似水流年一样被彻底粉碎了。我在心里大声地告诉自己，纪晓欧，你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燕景这个混蛋。
5年的心血，在几分钟内付之东流。一个人坐在废墟里，我想起了很多事儿。想起小时候在这间屋子里和奶奶度过的时光。想起奶奶去世前曾对我说：“小欧，你记着，什么时候都不要轻易绝望。在痛苦中要忍耐，在患难中要喜乐。”你有没有想过，战宇怎么就那么巧，拍到了小美人和严谨的暧昧照片？我刚才已经跟您解释过了，他是去见一个国外来的音乐家，在见面的地方碰到的。可是据我所知，那个地方是一家高级会所，因为涉黄涉黑已经被查封了。什么老师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去那种地方见国外的音乐家呀？你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初战宇为什么要拦着你不让你去找小美人理论呢？他怕我吃亏受委屈。那他就应该像冯卫星一样陪着你去啊。除非他很清楚小美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不希望你去。你说战宇认识那个女的，怎么可能？战宇认识的每一个人，你都知道吗？梅姐，别走了，聊事儿了。那我外面聊。里面聊。我来了。你不喝？我哪有脸喝茶呀？还生气啊？生什么气啊？又没出什么事儿。我跟那个季老板，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我想的哪种关系啊？就算是那种关系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他又不配你。对，说的没错。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不值得。之前啊，是我做的不好，这一切都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。伤好多了吧？好多了，能自由活动了。晚上我做了个答谢宴，表示感谢你的。太高调了吧？必须高调呀！我得让大家伙儿都知道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。再给你加点水。我借着答谢宴的机会，当众挑明了和小美人的关系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她并没有拒绝，反而有种炫耀之势。
哎呀，那几个朋友啊，这太能喝了。高兴嘛，喝点酒。你不高兴啊？高兴，高兴。我也特高兴。去哪儿啊？怎么了？这酒喝多了头疼了。没事呗？忍着点，去厕所啊。哥，这就是 KK， 叫人啊，刘总好。总听六子提起你，说你人虽小，但办事很老练，嘴也很严。都靠六哥提携，以后还要跟刘总多多学习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你呢？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？合作伙伴。我警告你，今晚的事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？说，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？为什么3番5次来捣乱？别打了，小雨。有人给我钱，我就干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小美人仍然在对纪晓鸥下黑手，她的安危，还是让我忍不住想去看她一眼。但我没有想到，小美人一直都有派人监视我。这意味着，在任务结束以前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的远离纪晓鸥，任凭这场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过来看我吗？真不怕出事儿？月黑风高夜，我杀了你都没人知道。你们家楼下门禁坏了，我走探头盲区进来的，绝对安全。我就多余把我家大门密码告诉你，给我听好了啊！以后不可以过来，要有见面，咱们还是老地方碰头。还是2字版的泡面好吃啊！泡面不是以前的泡面，盐子还是以前的盐子。等坏了吧？真不用找个医生给你看看吗？这个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就别管了。还在惦记纪晓鸥呢？就是因为我，小美人已经开始对纪晓鸥下手了。我真不敢想，后面会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。用不用我安排人去保护一下？你千万别打草惊蛇。小美人这么做也是有意在考验我，只能苦了纪晓鸥了。哎，我万万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也成了渣男。我知道你心里委屈。但眼下为了尽快拿下小美人，你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来，
再来。姑娘，你们这是找谁啊？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始乱终弃的。方大小姐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纪晓鸥了？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咱俩能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100遍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求求你别缠着我，行吗？渣男！你给我砸！留下！小米！不要再纠缠在一起，否则你的店就不要开了。别动我姐！别动我！喂，严姐，来一趟我办公室，有事儿找你。好。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觉得那个疯女人可能还会找你麻烦，所以就自作主张，替你教训了她一下。砸得好啊，砸得痛快，早就应该给这个女人一点颜色看看了。不过这么大阵仗，不会惹什么麻烦吧？我做事儿你还不放心？物流生意，我决定交给你做了。那刘总那边没有意见吗？有意见也得听我的呀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最近我们一直跟一个广东的吴老板接洽着，他的水产生意遍布着整个东南亚。如果我们跟他达成合作，利润翻1倍可能都不止哦。广东的吴老板叫什么呀？吴峰。吴峰。广东搞水产的朋友我认识不少，这号人物我没听说过。人一直都是刘伟接洽的，我也没见着。不过根据他搜集的资料来看，人没问题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在这儿给我撒什么谎啊！刘伟来了，事情就严重了。我必须让纪晓鸥安全的离开。谁呀？他们嚷嚷什么？滚！我看着纪晓鸥愤怒而又委屈的双眼，心都碎了。这一巴掌就像一把刀一样，狠狠地插在了他的心上，也彻底斩断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感情。即便案件终结，我可能都无法再挽回他了。我厌恶我自己，厌恶这暗无天日的生活。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，想要逃离这一切，想要回到过去。下午了，你也喝杯咖啡提提神吧。这味道你应该挺熟悉的。